你们今天怎么都那么客气啊？这个病人是你们谁的家属吗？倒也不是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等结果一出来，我就马上抓你。谢谢。本以为我做了手术就好了，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不放过我，心脏好了，血液出现了问题。这会儿要是扛不过去，还有好多事儿没办。你别胡说，你一定会好的。这个心电图是好的。CT 的话，右肺稍微有点结节，但问题不大。反正就定期来复查就行。别太担心。好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啊，来，送你。我给您看个东西。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“孔雀东南飞”，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。所以这次我想，等我开了刀，出了院，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。这孔雀飞起来真好看，像仙女一样啊！等你好了，一定要亲眼去云南看一看，现场看肯定更好看。咱们俩一块儿去，你不去，谁给我拍照啊？你答应我，还要披着各种颜色的纱巾拍照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小蔷薇啊，你抓紧把手术做了，手术做了你就健康了。咱们好好的在一起，咱们也别忘了看看花花。我困了，我睡一会儿啊。哎呀，麻生专挑细处断，我愿意专找苦命人。这是杨桂兰的骨穿刺报告，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不对呀，术前查血应该发现问题啊。术前的血报告显示血小板血色素略微下降，但都很轻微，白细胞略高，不到1万，主要是没有发热，不算手术禁忌症。现在的问题是他还在微手术期。我们先做了左冠的搭桥，又做了右冠的 PCI， 用了双抗药。做了 PCI， 谁做的？我做的，白主任。哦，是，哎呀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。我本来这星期就有安排的，现在大家的效率越来越高了，都做完了。对，杨桂兰从入院以来，我们一直在用药物调整她的各项指标。我就趁着她情况稳定，赶紧抓着周主任一起把手术做了。哦，整个手术过程很顺利，但是没想到是现在这个情况。哎呀，这现在有点麻烦呀。这白细胞这么高，血色素、血小板都进行性下降，一不小心啊，消化道出血、颅内出血都有可能。可是又刚做了 hybrid 呀。小凤，装了几个支架？2个。那微手术期是止血还是抗凝啊？治疗原则完全是相悖的，陷入死循环了。血液科现在怎么说？
血液科说现在的情况不建议使用强烈化疗，只能先用激素。如果激素起作用的话，再进行进一步的治疗。那我们现在心脏中心眼下能够做的，就是配合血液科，密切关注他的出血情况，保护好他的心脏，希望他能够安然度过围手术期。小林、小峰，手术是你俩做的，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一点，密集跟进。所以你特意选在周5下午给杨阿姨做手术，就是为了不让白主任发现呀？还反应过来啊？那你应该我事先沟通好啊！刚才会上多尴尬。这件事情本来也瞒不住，那现在白主任知道了，他会不会为难你？顶多念我几句吧。本来白主任也不可能真的见死不救，现在重点是杨阿姨，我已经让秦医生约了血液科科主任一起会诊。靠谱。这上面的指他们过来了。秦医生，哎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科室的龚主任。龚主任，你好。龚主任，这3位就是杨桂兰的主治医生，这位是心内科的周主任啊，你好。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，还有监护室的方医生。您好，您好，坐下聊吧。请。谢谢啊，龚主任。杨桂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泼尼松用上之后，白细胞是下去了，但是肝皮还是没有缩小，我看还是有感染，建议做一个肺部 CT， 腹部 B 超也再看一下，看一看有没有脓肿灶，必要的话可能要请感染科一起过来看一下了。谢谢龚主任。不过他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白血病了呢？在院的病人突发与本科室不相关的病症，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。以他现在的血小板和血色素的下掉程度，我很担心会出现出血现象，一定要盯牢。当时的外科手术还算顺利吧？手术很顺利，吻合不会有问题。那就观察看吧，必要的话输凝血因子和血小板。不过他好像是安装了2个支架，对吗？是，这时候输凝血因子容易造成支架堵塞，那只能在必要的时候用低分子肝促抗凝。那也只能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了，将他各项生命指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，为后面的大化疗争取一些好的基础。不好意思啊，龚主任。他的这个发病和手术打击有关系吗？这个没有关系。其实他已经非常幸运了，至少手术已经做掉了，只要能挺过这个星期，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就不用再担心了。如果他这个白血病是在手术之前并发的话，那这个手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。回去以后，你们把杨桂兰的血小板和血色素的数据报告再整理一下，发给我。空了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哎，小峰啊，你跟了我几年了？从研究生算起，10多年了。哎呦，都10多年了啊！那白老师在你心目中的形象，那就是一个不顾病人死活的人吗？让你救个人还得处心积虑的偷偷摸摸的去干。当然。然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，让院领导还有其他科室的人一看，我这个科主任就是个笑话。你翅膀硬了，主意正得很呢。因为您不松口，咱们科就没有人敢问杨桂兰做 PCI， 她的血管狭窄很严重，已经有心梗前兆。我说过不让你们去治病了吗？这个林毅带着外科医生的傲慢，凭借自己技术好，好像能搞定一切似的。这次是他有求于咱们呀，就得让他知道咱们内科的重要性。那是林毅的问题，不是病人的问题。我们要跟外科置气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考虑病人。是，就你周晓峰关心病人。来，这个科主任的位子让给你好了。这件事情我跟江主任早就通过气儿了，你没有必要在中间去当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林毅为了嗨不认那个病人，专门去找过你啊？这小子性子太急，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分寸。假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多担待啊！怎么会呀？那都是关心病人嘛。其实那个病人的报告呢，我看了，
我觉得没有那么紧迫。哎呀，最近我们内科呀，这真的忙得一塌糊涂。我看看下周一，我亲自安排。是，白主任，我知道您不会真的不管杨桂兰，我违背了您的意思，您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，但是我不后悔。如果她的白血病在手术之前就病发了，那她的心脏手术就做不成了，就差2天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在草菅人命了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您的课，您告诉我们，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，终身都要心怀敬畏。我不敢忘，所以我不敢让病人冒这个险。杨桂兰2年前就入我接诊了，她信任我，依赖我，我不能辜负她。真是啊，今天是学生给老师上了一课。开春了，老家的花都开了，樱花、桃花、油菜花。开的时候喜欢扎堆儿，开的都是一片一片的。茶花3月份是最美的，牡丹呢要精致一些，开得晚，可是开起来呀可美了。想家啦？等病养好了，就回老家看看。你看我这样，还回得去？当然回得去了。您看我们那么多人忙活，不就是为了让您能活蹦乱跳的回老家看牡丹吗？是我命不好，连累你们。哎呦，杨阿姨，您这说什么呢？怎么连累我们了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您可要打起精神来。您是最乐观的人了，对吗？对，我这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有病治病，什么也不怕，什么都打不垮我。再说我还有你们呢。就是，还有我们呢。咱们是老朋友了，您在我们医院可是有后台的人，以后横着走。不哄我。哎呀，杨阿姨，您得多笑笑，病才能好得快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周主任，要不我们直接找感染科会诊吧？感染科的袁副主任好像是我老乡，或许可以请他帮忙。行，那你赶紧联系啊。见面3分情，咱们还是跑一趟吧。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方小然方医生是在这个监护室吗？是的。他今天在吗？我打电话帮您问一下。谢谢啊。方医生，谁找我？邓女士。方医生。你是？我是陈月，是那天跟杨阿姨的侄子一起来的律师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真的很抱歉，我那天没有想到我会刺激到杨阿姨。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。不好意思啊，病情是病人的隐私，我不方便告诉你。理解理解。我就想问问她平安了没有，脱离生命危险了吗？不是，她如果真的有什么3长2短的话，我罪过就大了，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的。她眼下的病情倒不是你导致的，但她的情况真的不好。那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我们医生是绝对不会惦记病人的财产的，而且事实上，杨阿姨后续的治疗还需要不少花费，所以请她侄子也先别惦记了吧。
那天是我太心急了，我确实没有了解好他们的真实情况。而且，就算杨阿姨真的有财产留下，她那个侄子也不配。杨阿姨住院，她根本没有好好照顾，一门心思只惦记那些钱。不信你也可以问问其他病人和家属。你说的这些，我这几天都去了解过了，我也回去跟律所沟通过，我已经劝律所放弃这个 case 了。这些东西，麻烦你帮我交给杨阿姨吧，就当表达一下我的歉意，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都是一些保健品，这微波一下都能吃的。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合适的，你再告诉我。哎，就当帮帮忙吧，方医生，求你了。那行，我先拿进去。杨阿姨的确现在需要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。谢谢你啊。方医生，咱俩加个微信好不好？我就是挺担心杨阿姨的，如果之后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，跑腿啊，你都可以喊我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及时的了解她的情况。我扫你吧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会找到我？哦，我这几天不是总在医院了解情况嘛，然后听他们说方医生心肠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这个病人的情况忒惨了点啊。他的白细胞现在虽然有所下降，但是不明显，体温也一直不稳定。大概率还是有感染灶，血培养做了吗？做了。会诊流程走了吗？还没来得及。这吉林也不是1天2天能治好的，做好长期战斗准备吧。这样你们呢，先在系统里边填个会诊单，我这边呢跟我们主任打声招呼，我过去。当然，你们要是希望别人过去也可以。苑老师说笑了，我们这是特地来请您的。咱们就别客气了，你们2位这大名啊，我是早有耳闻。袁主任，那您现在方便去看一看病人吗？有点赶，我下边有个会，要不我开完会后过去。我在医院的公众号上读了关于您的文章了，知道您是第一批援鄂的专家，始终跑在第一线。咱们现在去看看呗。戴高帽子呢。那行，咱们快点跑，走。这感染科的脚力就是不一般啊，跟田径健将似的。毕竟是要跑赢细菌跟病毒的人，赶紧吧。我同意血液科的意见，目前病人出血的风险还是极高的，所以要密切关注。我建议啊，还是再做一个2代测序，看看感染病原体。我这边会尽快派个人过来跟你们对接。那太好了，我们有个群。好啊，把我拉到群里边，出了报告我也可以看一下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袁主任。应该的。小凤主任，阿姨，花儿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小蔷薇呢？也都好。阿姨，您别担心他们了，您安心养病吧。小蔷薇啊，每天都来看我，但是她就一个人，我放心不下。去看杨阿姨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每天都去探望她。杨阿姨总说，见到你心情就变好，这对她治疗很有帮助。他现在状况怎么样？我们已经跟血液科还有感染科联系会诊了，一定会全力救她的。谢谢。蔷薇，杨阿姨也很关心你的身体，你自己的手术。我先走了，小凤主任。怎么突然间就不接了？我姑现在这情况，正需要你们帮我想办法呢。我说过了，鉴于你对杨桂兰和医院关系的描述有较大偏差，我们评估下来觉得有较大的诉讼风险。我那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呢吗？不是，
啊，你们律师就这么随意的呀？对不起啊，委托合同还没有签，我跟您之间现在就是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的。不是你，你确定要跟一个律师继续纠缠下去吗？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啊，图财不要紧，你最后要是闹出人命，就真的不好了。你姑姑现在情况这么危险，你再去刺激她，最后要是闹出什么严重的后果，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那就那么便宜那帮大夫啦？要么你就尽一个晚辈的责任，去好好照顾她，真心换真心；要么你就不要惦记，拿着你也亏心，不是吗？慢走不送。所以你真的不用担心我，我好着呢。建波妈妈有时候也会来看我的，你就专心，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。探视时间到，家属请自行离开。探视时间到，家属请自行离开。乔薇，我来。乔薇，能不能帮帮忙啊？我已经找了好几家店了，我真的挺着急的，或者要不你让裁缝来看看呢？其实这套婚纱呀，就是批发市场买的通版货，本身也不值几个钱的。你花时间找布料跟修补的功夫，我建议啊，还不如买件新的呢。我就要这一套，这件婚纱对它的主人有特别的意义。麻烦您多费心了。行，我尽力，我把它补好了。我以为早就扔掉了。怎么能扔呢？我一直等着把它补好，也想借这个机会跟你道个歉。想上辈子的事情，都坏了，你还费这劲去补它干嘛？当然要补了，当时是因为抢救才不得已剪坏的。我找了好多家店，才找到一个裁缝能把它补好。它是你和建波爱情的见证。我知道你不会忘记，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忘记。当时建波给你系上安全带，就是想要护你平安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带着你们爱的记忆，勇敢地往前走。谢谢。哎，小峰主任，我想请你帮我安排请假手术。我想过了，你们说的对，杨阿姨年纪这么大，晚年需要有人照顾。我做完手术，就能更好的照顾她。我也需要她的陪伴。好的，我帮你安排。这是我做的手工，送给你。我之前是挺恨你们的，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。对不起，建波的事儿，我们一直欠你一个道歉。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像我，
杨阿姨、花儿，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，没有人在乎，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。谢谢。蔷薇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身为医生，我还是要建议你接受外科手术。劝过了，手术意愿明确，他想尽快恢复照顾杨阿姨，坚持选择 MetroClip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总比他拒绝治疗要好。是啊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让他进监护室陪杨阿姨，还帮她把裙子修补好。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好谢的呀？我就是担心林主任会不会出来反对。你们两个都是心脏病人，别到时候又掐起来了。实在不行，要不就先做了，不告诉他。我约了他。急报纸给你。哦，我有这个。既然你们都说清楚了，也是蔷薇自己的愿望。MetroClip 我来 stand by。真的假的？手术过程没什么问题吧？手术有一定的风险，但你放心交给我吧。而且现在有你助阵，肯定更保险了。耶！蔷薇知道了，肯定会特别高兴的。其实蔷薇心里一直都明白，这个手术是缺乏长远获益的证据。将来他需要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愿意接受外科手术的。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，我们先帮他过了这一关。对，至少先帮他缓一缓，等他情绪更稳定了，身体基础也更好了，也许那个时候就有更先进的技术了。医学的进步是有无限可能的。所以这是心脏中心的联合手术，成功了算你的，有问题我兜着。就这么定了。定了。手术加油！傻了个人嘛又。我刚刚还在担心，万一你知道了之后又炸毛。现在呢？你已经在反省了。反省的还不够啊，反省的地方多了。我最近在想，医生治病救人是有一套自己的临床标准的，但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。好的医疗观念，是不是应该在遵循医疗指南的同时，也尊重病人和家属的主观意愿呢？今天来的匆忙，给杨阿姨带的都是即食食品，我想给她做点有营养的带去。方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？
有心了，少盐少油，软一点好消化的。收到，谨遵医嘱。亚兰，你知道花儿去哪儿了吗？她没在病房。哦，出去晒太阳了，在花园呢。杨阿姨说，每次把你推到这儿，你就特别开心，对吧？杨阿姨她这2天都住在监护室，她让我告诉您，等她出来就来看您。你早该做这个决定了，把手术好好做了，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就应该活蹦乱跳的生活啊！回头我打算在医院附近租个房子，你出院了就搬过来和我一块儿住，离医院近，复查也方便。我不跟你说不连累你。我生活能力这么差，做饭又难吃，买菜都不会讨价还价，你就不管我吗？那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杨阿姨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但是和您待在一块儿的这段时间，觉得自己真的是有人疼的。小蔷薇呀，到时候我再去美甲店找个活儿，加上晚上卖唱的钱，我们2个的日常开销足够了。我养你。行，到时候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，让我好好疼疼你。哎，那个老花儿怎么样了？最近闹不闹人啊？还挺乖的，我每天都去看他，医生护士把他照顾得非常好。行，跟他说，过几天我转出监护室了，就去看他，他懂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又来了？刚煲的鸡汤，估计还烫着呢。你自己做的吗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，让阿姨做的。不过都按你的吩咐交代过的，少盐少油，稀疏软烂。谢谢。啊，我跟杨阿姨说是别的热心家属送的，还让我谢谢你呢。她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？没有坏消息，就算是好消息吧。那就好。小峰主任还在生气吧？哦，他就是担心病人，并不是针对你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今天晚上不值班吧？我知道一家茶餐厅还不错，我请你吃晚餐。不用了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呢。我可以等你，我正好看点材料，在哪儿看都一样。那杨贵来喝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回去了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去忙。杨阿姨最近有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吗？火龙果、桑葚什么的？没有。立刻预约一个胃肠镜。消化道出血可不是好事儿。龚主任都叮嘱了，一定要当心。消化科你有认识的人吗？
只能走会诊流程。怀疑颅内出血，不排除多脏器出血。消化科正准备内镜下止血，还没来得及，怎么发展的这么快？血液科呢？龚主任下午有大课，秦医生在来的路上。杨阿姨现在的状况，不只是消化科、神外、感染、检验科都要来。秦医生，哎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我联系骆主任。量太慢，直接启动 MDT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安排他们去见护士。血压不能这么降，混点多巴胺。好。是龚主任，我来接你。哎，龚主任，朋友们，谢谢。杨桂兰怀疑颅内出血、多脏器出血，病情发展非常迅速。哎，龚主任，你怎么没回去啊？杨阿姨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严重？只有我们盯着呢，你快回去休息。我就在这儿等。你自己也是个病人，别让我担心你好吗？陈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总监不能给你吃饭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改天就好了。骆主任，快回去听话啊！你去忙吧，我送他回去。行，那谢谢你啊。走吧。从 CT 报告来看，这种程度的颅内出血，还有多器官衰竭，情况不是很乐观啊。我实话实说吧，希望不大。这普通人这么大的出血量已经很棘手了，而且他的血小板血色素这么低，如果现在手术的话，勉强能活下来，也会容易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。医生绝对不能比病人先放弃。杨阿姨求生欲望那么强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不做。这不是我不救，是这个病人底子太差了，各项数据都跟筛子一样。这么说吧，活的希望微乎其微，我们还要这么再折腾他吗？要救，一定要救杨阿姨。我是主治医生，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。又来了。骆主任，杨阿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，她一个人吃了别人好几辈子的苦，但是她没有放弃，她想活下去。我们尽全力试试吧，拜托，也拜托各位了。那我们就努力试一试，终归啊是我打头阵。行，那你们谁先去预约2到3个治疗量的血小板，术前、术中、术后全都要输的。我去。抓紧，要抢的。好。方医生，哎，雅兰，哎，看到护士长了吗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可能被叫到手术室去了吧？方医生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任阿姨需要输血小板，但我只抢到1个，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找家属线呀，一个换一个。他侄子再就没出现过，就算他在这儿，他也不愿意啊。一个换一个什么意思？血源不足，家属如果联系血库无偿献血的话，病人会有优先使用权。在哪输我的？你不行。你自己还是个病人呢，何况每天还在用药。这个输血是只能家属吗？对血型有没有要求啊？没有，不一定非得是家属，等量互助，也不是说就把你的血输给他用。那我去。
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呀。一定提前几个小时。白主任，病人多发多处出血，病程发展的很快，我联系医务处启动了 MDT。算是比较及时了。我刚下手术才看到信息。哎呀，希望好运能够站在他这边。你先去。好。你刚抽完血，身体有不适吗？哦，我没事儿，你快去忙吧。你快回去休息吧，这手术还不知道多久能结束呢。我一会儿就走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。